这几周对韩国来说都是至暗时刻，黑暗中总需要一点光。更新几条最新韩国投资及移民信息。第一条是对想要在韩国置产的人士来说是个好消息，韩国部分地区解除了投资限制，解除限制意味着放宽贷款额度。第二条是航空公司韩中韩日航线的增加。最后是韩国法务部将成立出入境移民管理体系改善推进团，积极推进移民体系的改善。首先是有关韩国房地产的信息，韩国政府除了首尔、京畿果川城南、盆塘水晶和南光明之外，在全国所有地区都解除了房地产限制。解除限制的重要意义在于，房子为担保的贷款额度将增加。国土交通部在本月10日举行的第3次房地产长官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追加限制地区解除内容。因此，从11月14日开始之前被限制为投资过热的京畿道9个地区的限制将被解除，分别是水源安阳、鞍山、潭园、九里、军浦驿、王龙仁、水之七星、东滩二街。调整对象地区中，高阳、南扬州、金浦驿、王鞍山、光教地区京畿22处和仁川泉地区8处，世宗等共31处解除了限制。首尔和果川城南、盆塘水景和南光明等4个地区是投资过热地区加调整对象地区，属于双重限制地区。韩国政府对房地产价格表现出白热化现象的地区，实行了投资地区、投资过热地区、调整对象地区等3种类型的限制。其中限制最严重的是投资过热地区。在投资过热地区，如果想要贷款，可以根据住宅担保贷款比率 LTV 和 DTI 进行贷款。作为参考，投资过热地区的房价如果在9亿韩元以下，只能贷款40%；超过9亿韩元的，只能贷款20%。比如房价是10亿韩元时，贷款可以达到4亿韩元。调整对象地区的情况是住宅担保贷款比率 LTV 是房价在9亿韩元以下时可以贷款50%，超过9亿韩元时可以贷款30%。房价是10亿韩元时，贷款可达4亿8千万韩元，但部分细节也有所修改。从12月1日起，非房主包括有处置一套房子的前提条件与房价无关，按揭贷款比例统一为50%。比如房价是10亿韩元时，贷款可达5亿韩元。即使是超高价公寓，房价超过15亿韩元以上的，也可以办理购房贷款。从2023年初开始，可以在 LTV 和 DTI 范围内获得贷款。以上都是基本规定，对无住宅者和持有一套住宅者的贷款比率和限额会有其他有利的部分，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了解。目前政府为了房地产的硬着陆，将对多项制度进行调整，因此仔细及持续关注的话，我们可能会抓到好机会。担保贷款比率等细节详情，最好咨询房地产中介所等，因为政策也经常会变。这种限制完全解除的地区，可以通过多种组合，最多贷款90%的房价来购买房产。第二条信息是，大韩航空11日表示，将全面重启因新冠疫情而一度停摆的韩中、韩日航线。大韩航空本月20日起将每周日运营仁川至上海航线，下月7日起每周3仁川至南京，11日起每周日仁川至青岛的航线也将恢复。大韩航空上月28日重启仁川至大连航线，并将原本每周1班的仁川至沈阳、仁川至天津航线增至每周2班。随着日本免签入境政策的重启，大韩航空还将扩大赴日航线。下月1日起，仁川至札幌、仁川至冲绳航线将复航。大韩航空有关人士表示，公司将从多方面考虑出境游需求，重启停航的路线并提升运力，同时强化安全运航系统等携程为顾客服务。另外，韩亚航空也将从本月17日起恢复仁川至上海航线，并从本月26日起恢复仁川至深圳航线。最后有消息称，韩国法务部将成立出入境移民管理体系改善推进团，积极推进和完善移民制度。法务部将于11月7日新设立了出入境移民管理体系改善推进团，为系统性的解决人口减少、根除非法滞留、确立严格的滞留秩序等的问题。而成立的改善推进团将专门负责这类业务。今后通过先进事例分析及研究及与出入境移民政策相关部门的合作，将出入境管理制度作为国家100年大计来制定，体现了建立移民管理体系的意志。今天就到这里了。韩国移民与投资迅速与诚信的向导，请与 NetSys Korea 一起，期待您的联系。谢谢收看。